那个钟楼呢是法国的建筑，以前是法国的总督府，他的总部放在这里，就在这边办公就对了。对，然后呢，我们胡志明主席医院就在这里。我们教是50号房，因为今年那个1950，我们那个打败法国的意思。他在这里呢4年，从1954年到1958年。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后，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独立联盟，简称越盟举行了起义，夺取政权。越南内部的各个政党的争权斗争当中呢，控管东西瓦巴的中国国民党军当时协助了这个越南共产党这个就是当时叫做滇军他们混南这个所在，而敞开了中国国民党当时跟这个越南国民党的合作这加特殊啦加特殊，这历史真这讲不了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1945年的9月初，法军侵占越南越盟才不得不改变策略，粉碎了东西蒋介石图望改变越南的这个为一个他的附属国家的一个阴谋这个资料太多了但其实越南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北越跟南越其实以前是分庭对立的现在我们回到了北越的下龙湾不是下龙湾，是北越的胡志明我整个心怎么还留在下龙湾呢？那这个是胡志明的陵寝，每天都很多的人来这边参观。你看到那个前面的黄色的钟楼吗？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办公室。总书记。全个那个白红的，现在有一点那个现在正是处理国家的事情的就对了。就是像我们台湾的总统一样。还有这边是外交部，王思铎这边，外交部。就是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走路过那边，会进去看到胡志明过去的地方这里面有总督府高脚屋对，我们还去那边什么酒屋？高脚屋。我以为是喝酒屋嘞。啤酒屋啦。好，我走了。就是前面栋楼。那栋楼。对，那个钟楼呢是法国的建筑，以前是法国的总督府。以前法国的统治越南、辽国、柬埔寨，他的总部放在这里，就在这边办公就对了。对，法国的总督府。然后呢，1954年，我们打败法国，把他赶走了吧？那我们的军队就是很讨厌法国，想打掉那个钟楼。但是我们的政府说，这个法国的领导人对，这个好话听ta nói này với những cái người mà ví dụ như là chúng ta là những cái doanh nhân mà chúng ta thành ra lớn lên thì những cái này nó住在哪里呢？他愿意住在这边，大家看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那个以前这个就是那法国那个修电的人住在电工对电工住电力工住在这里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胡志明主席医院住在这里。我们教是50号房，因为今年那个1950，我们那个打败法国的意思。他在这里呢4年，从1954年到1958年，他转到那个高脚屋，大家看吗？为什么他喜欢住在这里高脚屋呢？因为他有30年出国搞革命，他
他回来的话，都是回来那个中国到那个大陆的广西省嘛，然后被抓嘛，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北欧跟那个我们胡志明走的话，就是他慢慢走路回我们的越南这边，到在那个高平省，然后在这里老百姓的建筑就是呢，他们是那个少数民族嘛，就他们的建筑就是高脚屋。对，就柬埔寨那边就。然后呢，回来这里，他很想念那边的老百姓，所以我们的政府帮他住那个高脚屋。他在这里住那个11年，从1958年到1969年，他去世了，是这样子。哦，他等一下，他就住在这边就对了啦。对呀、所有个景点他和介绍，现在和全部介绍，等一下我们自己要去参观了。啊，现在这个是没有人住了吗？没有，但是我们的主席在这里办公，没有人住在这办公。中通路。然后大家看，在这里有3部车，胡志明的哦，胡志明的他用过的车子。啊然后就留在里面了。有在那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大家以为我们的胡志明主席他用他的钱买吗？不是他用他的钱买，不是，他当那个主席1个月有40块美金而已，哪有钱买车子？那他不用他的钱，他用我们的政府的钱吗？也不是，这个第1台的最小的就是我们的发脚送给他，发脚就是我们的越南人在外面是做生意的啦。在法国生活，就是发脚送给他，是最小的哈。对，然后呢其他2台就苏联送给他。苏联哦。对，苏联送给他。有特别的是最后的一台对他台的，他只用1次而已，就是1969年用他在他的遗体，在他的遗体。我们胡志明很少用那个汽车的，所以那个现在还很新。从大陆走回来要走多久？那个靠近我们这边那段时间呢就走路就 OK 了。来这边大家看，这里有那个芒果路，看到吗？这条路那个芒果那个树2边的，都是我们胡志明主席种的。都是我们胡志明主席自己种的树，那个水果都是芒果，都种芒果吗？都是芒果，整个条路都2边的树木都是那个芒果树。然后再看这里有个树根，就是从那个落羽松长上来的哈。对，只有这个地方才有长这个那个树根，所以呢可以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胡志明主席就是落羽树，那老百姓就树根包围他，就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高脚屋的2楼，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来2楼看看，对，可以看到。这是花园，就是那个在那个芒果路的那个隔壁，我们可以看。好了，现在我们去看看了哈。听的这个东地带领我们的这个东地都有你介绍哈，这就是胡志明的故居。这个故居呢，其实融合了法式跟越南式的非常标准的建筑哈。让这个故居里面呢，并不免俗的啦哈，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几样东西啦哈。这个胡志明的坐车啦然后呢他以前呢生活的点点滴滴啦，都把它展列在这个地方哦。那毕竟呢这个是他们的领导人东西这个胡志明的领导人那其实后代的历史学家呢，不断的在去研究东协越战当时的越共为何会胜利包括后来的英国媒体也称了毛泽东跟胡志明当时的计划呢相去不远那历史终究会变成历史。现在的越南虽然还是一个共产国家，它自由度还是不是很高，但是现在的越南总是还是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改变，它的改变呢，毕竟还是蛮大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在越南南越有一个叫胡志明市，原因呢，也就是呢越南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本名不是叫胡志明本名叫做阮碧城
胡志明市他在2战时期用以抗日的这个化名啊，一直沿用。伊嘛是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人民军主要的创建者甲领导者，算国父啦，算国父啊。伊的这个故居呢，甲头前这个陵寝呢是做伙。这个陵寝呢，逐工都摆真侪人伫观赏吼。但是咱团体吼，咱台湾团少吼，咱台湾团较少你别看吼，拢看外口那边俩吼，比较少进去看这个陵寝啊。因为这个渊源比较没有那么深，所以进去看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今麦咱在这个电瓶车游览越南的古城36街哈，越南古城36街，那这个也是来河内哈必游玩的一个景点哦，它完完全全可以让你看到越南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这个点点滴滴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混乱的交通哈，复杂的电线杆。这里这个电瓶车顶馆吼，按那个看边啊，真济哈，看到因这个生活形态的各式各样生活百态，嘛会使看到呢，这个真济越南的人哦，真介意啥货，啥几条椅啊、甲桌啊吼，你甲看，你注意甲看吼，这抓咱的小英哦，翕这个36街呢，拍得非常非常的长哦，所以你甲看吼。真侪人杀这个椅啊，就坐伫门口面哈，坐伫外口面哈，开始哈天南地北的开始聊了起来哈。他们习惯这样子哦，包含他们的路边摊哦，又酸又辣，具有独特的风味哦，还有喜欢放这个椰奶哦，这也就是越南的比较典型的这种饮食小吃啊。你也可以看得到哈，他们这饮食的文化啊，拢。该坐伫路边搭呢，开始哦，坐伫遐就开始架起来啊！行路来看哦，你甲看这足侪人拢坐伫门口面吼，几乎这个景色是我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啦，还蛮特别的。而这个36街呢，错综复杂的电线杆哈，剪不断理还乱的电线杆哈，各式各样的这个旅游行程啊，街道啊，这个哇，有时候哈。光看到这个引的电线杆这个哇，这个电线杆真的太让我很难以去介绍啊！光看这个电线杆就让你不知道维修人员呢到底要怎么去维修这个电线杆啊？那当然那这岛的小英呢，毛起来猛拍哇，光这个36股街给我热等好像架了这个行车记录器一样把整个36股街拍得超级的彻底彻底到我也不知道这个36股街到底要怎么样去告诉大家这36股街因为36股街只是指一个算是谁可以收窄但是呢，我们的小英呢非常的厉害把它拍得非常的长你看看Endo 兄拢你翕这个路边的景色那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人民生活的方式
游览古街有好几种方式啊，一种就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电瓶车哈，第二种叫做人力车哈，第三种呢在一楼的公车在一楼就是两条腿啊，家己弄行哦，其实用行较好耍哈。你来看哈，咱今麦你看用这电瓶车的，像咱今麦小英所翕的安尼哈，感觉好像行车记录器有哈，然后安尼扫边啊哈，它扫了一级啊，哇天哪！那三轮车现在比较少人在做哈，因为越南的交通算混乱的哈。而如果说你去做的这个三轮车呢，非常可怕哈。就是这个人在前面他在后面推所以现在三轮车只有老外坐那为什么只有老外坐？为什么呢？亚洲人跟台湾人不爱这老外就不怕死吗？不是的因为呢。外国人呢，在旅游上面呢，他们会认为呢，自身的旅游安全呢是自身家己本身爱去，你要去了解，而且你要去控制，你要去自己小心注意安全的。在华人世界来讲很奇妙他的发生了一点点事情，他会认为呢是你安排不好，他会去怪别人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能说全部，所以呢。这种纠纷越来越多啊！你为什么安排这个三轮车呢？你看这三轮车车夫有白吗？他骑多久啊？他很不专心啊！我们会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到那个三轮车夫身上，甚至怪罪到旅游业上面的安排不妥不佳。这个从每一次在台湾的机场你可以看得到只要飞机一不起飞一起雾，机械故障，你可以看到满天叫喊、谩骂的声音呢，充斥在机场里面认为呢，因为飞机的延误误到了它的行程不管是机械的故障也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好但是你真的在外国的机场有，但是偏少少很多，所以这是观念的不同但民的观念不是讲像的观念较好，但是因的观念是感觉讲我比一个例给您听海边插一个牌这个牌写禁止下海游泳否则呢危险致富这个牌坑里呢都看到有个人跳落游泳出代志引导的代志但是这个牌呢，那是华人去看到，佮跳落游泳出代志绝对等来甲你怪绝对等来甲你怪你牌伤细地啦，下里想看我那也不救生员为什么没有把它围起来？全都不给它射起来，全都不给它封起来？他会讲非常非常多的原因的，意思就是被软后里的爹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国赔啦什么赔啦但是呢，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他的行为本身就会导致成他发生严重性的灾难。所以这嘛就是在36古街想到后来无什么台湾团去坐三轮车因为因为感觉这真危险的物件你给我坐，但是对阿多个来讲，因的心态上，你行的路上嘛会去用弄掉，你行的路上嘛会去奥多巴扫掉，对不对你骑多巴冇可能会累残，骑脚踏车冇可能会滑倒所以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老外的身上来讲，他们认为呢，凡是自己多小心就好了自己去控制，自己要去注意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这种意外呢，我们自己去小心不是别人要来叫我们小心为什么？因为车子不长眼有时候你自己走在路上，你被撞了一下，你被 K 了一下你怪谁啊？让讲狗骨赛较紧所以呢，多个人对这种代志了解，他们选择的比较具有当地风味的三轮车来坐他们就会觉得那这很正常36古街不坐这不用加多，那算什么但是呢，我们台湾团呢要安全至上所以呢，电瓶车上安全那你在电瓶车是不是真的比较安全？当然电瓶车当然是真的比较安全，但当然它也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当地的特殊风味啦就是无好的这三轮车就气味安尼了解
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文昌庙，中国跟越南有没有很浓厚的关系，有很深厚的关系？当然有哈。以前啊，以前的越南啊是要进贡给这个中国的哈，所以中国的很多的文化呢，在李朝、在阮朝时期呢，越南有一个叫阮朝时代哈。这个我每一次都开玩笑，这个阮朝不是那个阮朝哈，不一样。是哇，印啊，哈，刚是哈阮啊，台语刚是跟印哦，有点忘记了哈。阮朝时代哈。所以当时呢，在中国跟这个越南呢，它是它的这个藩属国嘛哈，所以越南爱进贡给中国的哈。那当然，它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就非常的强，甚至呢，曾经呢，中国的侵占过哈，也占领过这一个越南。所以当越南你也在看到真侪中国的文化，包括孔子庙哦，包括一寡哈神明啊、佛教哈。他们这个越南，你拢会使看到哈。你甲看这种哈，拢有先孔庙的无？你去山东的时阵，是不是都会使看到哈？所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这个文化呢，就留在了这个越南。所以当越南你也在看到神迹，但中国你个也在看到啥？个也在看到这个俗称越南的紫禁城啊，这些东西文化留落来，这个遗迹啊。所以有的人讲吼，历史想要甲改变，你要安怎改变？对你的文字，对你的讲的话，有没有？对你留落来建筑，对你的生活方式，这些物件根深蒂固的，都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因为历史改变不了，它是发生过的哈。所以有的人哈，有的人很天才哈，有的人政治人物想要去说改变历史哈，哇，历史怎么改变呢？但是你可以发展未来，可以改变未来啊。历史真的，你昨天吃过的饭，你要怎么去改变它？很难的，对不对哈？所以你来到家，你也还是可以看得到中华文化。就在越南这边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呢，想要去汉化哈，为什么？他们就会想到以前呢被侵占的情况啦，以前呢被统领的情况啦。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特性，这种情况呢，不计其发生地，当然嘛，也发生在欧洲的很多的国家，民主性的不同、语言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他认为我不是属于你们这个国家的，所以很多人想要去汉化。欧洲人很多人也想要去西班牙化、去法国化，因为他认为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个体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那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但我讲历史的时候呢，它还是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国子监的文昌庙拜空主你不要那讲，你还是清清楚楚的看到文化它留在这边，但没有关系啦，它是以前的文化啦现在的人信它则信啦，现在你认为你不信它，那当然了，你可以发展你的未来。人是有自由意识的是民主的那进来得看到完全都是中国的文化过来霸当的留落来来，咱来参观这个文化留在越南的空主庙。
国子监庙的旁边呢，也就是这个镇国寺啊，也是一样啊。镇国古寺呢，也是一个华人文化啊留给这个越南的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历史遗迹啊，历史遗迹啊，这个非常特别。那这一趟啊，非常感谢啊，所有来参加诶这个观众朋友啊，男女主角哈，感谢恁的参加哈。我知影这道哈，恁有拄到一寡哈，这个风台啊，可能啊，看来这边啊是这个灵骨塔哈，不要太忌讳了，真的人不要太忌讳哈。看一看啊，这个你看镇国寺啊，好像托塔天王的那个宝塔有啊。这道我知影哈，恁有拄到这个风台啊，旅游上面呢，也希望呢，你们能够很快乐啊，很快乐。那有你们的支持哈，让我们每一次哈，不管任何一个团体呢，都能够拍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片子，好转台湾呢，这个观众朋友看欣赏到哈，让所有世界各地美景啊，这个感谢您啊，真感谢您啊。镇国寺河内上古老的佛寺，建立公元6世纪李南帝统治的时期，它又叫做开国寺，选址呢就在红河岸边。因为河流的侵蚀，这个寺庙呢，到1615年的时阵呢，搬到西湖的边啊。伊即马头前这个湖叫做西湖的金鱼岛，就是今仔咱所来到的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尊菩提树。听说这个菩提树切割来自于印度的菩提迦耶释迦牟尼顿悟得到的菩提树种子啊。这个是1959年印度总统拉金德拉访问的礼物啊。就是这一棵菩提树啦，所以来到镇国寺最重要的，其实呢，反而是看什么？不是看它公元6世纪就建成的，反而是看它的菩提树。谢谢你们呢，这一次的北越之旅又完成了。感谢您，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很受欢迎，也是一个非常便捷旅游的北越之旅。